有朋友说你这好像一个深夜交广电台，是吧？这哎，Hello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主持人 DJ 小宁，欢迎在这个午夜的时分来到我们的电台，希望能跟你一起度过一个轻松、快乐、美好的夜晚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What's the Life 的 Angel， 让这首美妙的音乐伴随我们进入今天的摩登直播间。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下播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什么时候下播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啊，你不用劝我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我下了播，我一会儿出门去网吧包宿去。啊，你困你睡，我不困，我一会儿下了播，我就找个网吧我包宿，给人玩那个连红警去。我跟人俩去玩那个红色警戒去，我要跟人踢那个实况8，好不好？半夜困了，然后在网吧点个泡面，然后看一宿那个《鹿鼎记》啊。我在左手来个辣条，右手来一瓶汽水，我这一夜我给你熬过去啊！我一整个就是一个叛逆少年。哎，我白天我就不睡觉，晚上就到网吧包宿啊。有朋友说这也太不错了吧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段，就是你向往的生活是吗？朋友，如果你现在18岁可以，如果你现在就是20多了，或者是将近30出头了，那你就废了呀！天天包宿那玩意儿不废了吗？那不。虽然你宁哥开头跟你们说了一句名言，说了一句这个也算一句名言吧，叫做"男人至死是少年"，但是也不能说男人还有一句话叫做"男人至死天天包宿"嘛，天天包宿容易致死，就是也有这句话啊。说这个死不是说死亡的死，就是废了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时刻就可以了，就是稍微咱们就是那个就是放点轻音乐，咱们就是简单聊一会儿，这个氛围挺好的。一会儿我困就睡觉了，朋友们也真不用劝我，我每次直播就有很多朋友跟大夫似的，就怕你宁哥不养生，就怕你宁哥熬夜对身体不好。我呀，朋友们，我平时你看我虽然是不睡觉，虽然是很累，但是我就是吃那种特别贵的保健品。我是吃保健品的，朋友们，你放心吧。我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大爷他家那个我大爷也算一个就是小领导吧，他以前手底下那个人就是我大爷退休了嘛，来看我大爷，然后给送了2罐那个鳖精。中华鳖精，你听没听说有一个东西？然后当时让我就是从家拎过来了，拎横店来了，每天晚上冲1碗，哎，也挺补。然后嘎这面就是，所以身体这块还行，一天晚上喝1碗鳖精。啥玩意儿？中华鳖精没听说过吗？一看就是也没吃过好东西，你去百度一下。有朋友说刚才那个话题明显是那80%，算你聪明。当然还是想说什么呢？就是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我，就是那个我困了就睡了。下次希望朋友们别劝我去睡觉了，我这块养生这块做的挺好的啊。而且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也不一样啊，身体体质也不一样，你熬不了了，但我能熬啊。也不说6味地黄丸，
吃那个玩意儿。因为是上火，我不想太上火，因为上火的话脸容易起痘啊，所以就是我一般都吃那种去火药。有朋友说啊，这个朋友估计是一个看电视剧的一个朋友，是不是？然后说你磕的 CP 掰了怎么办啊？这个问题呢，作为主持人的我不敢回答。作为主持人呢，我不敢去讨论 CP 的事儿啊，因为说不明白。第一，说不明白；第二呢，哪怕说明白了也会被骂。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敏感，我们就不聊了，好不好？说点正常的问题，就是那种生活上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嗯。哎。有一个大老爷们儿说，3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30岁了没有女朋友很正常啊。就是首先呢，我觉得你要走出你现在的生存环境。哎，比如说你是在一个这个生活环境当中，你接触的都是男性，你肯定找不到女朋友啊。啊，有朋友又说孩子不睡觉怎么办？打。你孩子不睡觉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孩子那什么孩子不睡觉？不睡觉打一顿就睡了。哦，直接打。你怎么不睡觉？打。工资低怎么办？我想跟他说一声啊，我是个情感主持人，但我不是财神爷，我解决不了你挣钱挣得少这个问题。我不是财经专家，给你解答这个怎么能够挣钱，工资提上来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。我也觉得我朋友说脚臭怎么办？脚臭的这位朋友呢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多洗脚啊。你不是我那个导播啊，你帮我这个记录一下，像那种就是智商弱智那种，别往里给我接，好不好？你就直接给我屏蔽掉。像问脚臭这个东西怎么弄？就有朋友问我口臭怎么办？你刷牙就完了呗。啊，那这种精神病别帮我给我接通啊。OK。说我今天分手了，求安慰啊。我刚才突然想用那个刚才我听到的那个主持人的那个方式，想要去骂他，但我不敢啊，我怂，我不敢，我想保住我的工作。啊，这位朋友就是那个失恋了求安慰啊。失恋我觉得很正常。失恋求什么安慰？谁没失恋过？对吧？我相信人长那么大都有失恋过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：失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觉得失恋可怕。但其实治疗失恋最好的方式就是时间。我不敢骂，我正常应该骂一骂，有点不敢骂。这样吧，那接下来我后面这一段呢，就是变成另外一种主持人方式了。
我刚才是那种温暖的那种的啊，但我接下来那种就是开始就是不是，但是我所有接下来说的言论不代表刘宇宁本人的一个人品，好不好？我接下来开始骂啊，那种就是那种骂听众那种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哎。变胖了怎么办？变胖了怎么办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朋友们，现在做人做艺人啊，真的不能瞎说话。刚才有朋友说胖了怎么办？如果我说什么呢？如果我说啊那个胖，赶紧减肥呀！作为女孩一定要减肥，然后就开始有朋友说，哎，刘宇宁在推销这个什么容貌焦虑啊，有好多东西就是不敢，你看，所以你宁哥直播真的在三思啊。不是骂吗？我不敢，这个不敢骂，我怕我骂完真的被群起而攻之。就是我在这个推销什么容貌焦虑什么之类的，我不敢。我觉得胖点呗，我觉得是你自己开心就好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怂了，怂了啊，怂了。就是我觉得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胖，你就减肥呗，对吧？如果那个你觉得你能承受你的这个状态，你就健康为主。我觉得健康最重要。是倔强青铜怎么办？我觉得你是小学生吧，就是你别玩了吧。打了3年游戏还是倔强青铜，你浪费手机那电，别玩了啊，放弃吧，你换一个游戏玩啊。然后呢，包括那个什么，包括那个我现在在玩一个竞技类的游戏啊。天天被人虐啊！没事儿，你打了3年游戏，你还是倔强青铜。我呢，一般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：“你那个平时玩那个王者荣耀吗？”我说也玩。他说：“那你什么段位？”我说：“15级。”啊。工作怎么办啊？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问题特别好啊，这其实体现了很多人的一个生活状态，对不对？就很多朋友说，马上毕业了，但是不想工作怎么办？其实我跟你说，宁哥也跟你经历过同样的感受。我当时啊，我当时呢真的是从那个。听完说你巴木尔巴疯了吧？就你这个学习成绩，你要考大学，别学了。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啊，我面对社会的时候，我刚从学校毕业，踏入社会那一刻，我想的，就是经历过社会的残酷之后，我想的也是逃避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想的是逃避，不想踏入社会，我想再回去。我是一个从来不想考大学的人，但是那个时候说跟我家人说我想考大学，
我还想上学，我不想踏入社会。是很多人的一个真实想法啊，不想，因为你到了那个环境当中，你真的你会发现，在学校学习的那段时光是最美好的。可能你现在在上学，你又不爱去上课，每天出去玩，然后你不喜欢学习，但其实你踏入社会之后，回头想想，上学真的是让你最轻松的一个时期，因为你不需要去思考生活的烦恼、生活的压力，一切外界来的东西你都不需要，你需要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，就是学习，在学校学好你的专业也好。接受你的知识也好，或者跟同学一块玩也好，这都是你在学习期间的一个东西。但你踏入社会了，真的是会不适应。但是很多朋友说，我刚从学校毕业，不想工作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呀，我觉得是正常的，是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想法。但是我建议你啊，还是要工作啊！我建议你还是要工作，因为啊，其实工作也没那么可怕。就像我后面我还是去了一个饭店去实习，实习完之后呢，可能做着做着，就会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你的价值啊！你找到价值之后，你获得了那个快乐之后呢，你就适应了，你就是到了人生另一个阶段了。所以我觉得建议你毕业之后还是一定要找工作，一定要找工作，哪怕这个工作呢没那么的好，没那么的顺你心。就是人最怕什么呢？眼高手低，就是钱少不想挣，钱多挣不了。你明白吗？就是很多人这种的，就是感觉这工作这么2个钱我去干嘛啊？哦，我大学毕业我能挣这点钱吗？但你要挣你要大钱你又挣不了啊，人家不给你这个机会啊，所以千万别有这个心态，小钱不想挣，大钱挣不了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你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你到了这个职位之后，比如说你先从一个底层去做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在学习过程当中人觉得你厉害，你自然你值这个价钱，也就给你这个价钱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年轻啊，别怕那个不挣钱。你像你宁哥是30多岁才开始挣钱。按你这么说，你大学刚毕业20出头，你就想一步登天，那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啊。所以就是还是要找份工作，从开始的脚踏实地。人一定要记住，我家老人告诉我说，人一定得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儿啊。你可以有挣大钱的一个想法，一个愿望，但是一定要脚踏实地啊。你不能就是光想，那是不行的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